你敢相信吗？全世界每年有超过6万人死于一种一旦发病，几乎100%致命的疾病，没有药可救，没有医生能挽回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症状出现之前防堵，这就是狂犬病。9月28日是世界狂犬病日，全世界都在提醒，这个古老又致命的威胁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。或许你会想，台湾不是早就没有狂犬病了吗？但事情莫这么单纯，接下来我会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还会带你看看这个病毒的外观、传播方式、恐怖症状，还有一段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小故事——巴斯德与狂犬病疫苗。最后，我也会谈到台湾目前的疫情现况，以及全球的挑战。那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呢？狂犬病病毒 Rabies virus 在分类上属于弹状病毒科，狂犬病毒属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外形，在电子显微镜下看起来就像一颗迷你子弹，一端是圆弧状，另一端则像被削平一样，大小大约130到240纳米长，65到80纳米宽，比一根头发还要细上1000倍。它的外层是一层脂质膜，上面插满了糖蛋白 G， 就像一把专门开锁的钥匙，可以打开神经细胞的大门，里面则包着一条单股 RNA 基因，加上几种重要的蛋白质。核蛋白 N nucleoprotein 保护 RNA 不让它散掉，磷蛋白 P phosphoprotein 帮助病毒复制，基质蛋白 M matrix protein 负责把外壳组装起来，而最关键的就是糖蛋白 G glycoprotein， 它不只是病毒进入神经细胞的关键，也是中和抗体的靶点，更是疫苗设计的基础。狂犬病病毒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对神经的偏好，它不像一般病毒会先在血液里大量扩散，而是先在伤口附近的肌肉细胞偷偷进行小规模复制，之后它会用糖蛋白 G 和神经细胞的受体结合，像是搭上逆向电梯一样，沿着神经纤维往大脑和脊髓慢慢爬行，每天只前进几毫米到几公分。一旦它进入脑部，就会开始大量复制，引发急性脑脊髓炎，造成各种可怕的症状。更糟的是，它还会顺着神经向外传，跑到唾液腺、眼睛、皮肤等地方，让患者的唾液里充满病毒。这就是为什么被咬伤，甚至被舔到伤口都有可能传染。换句话说，狂犬病病毒不只夺走宿主的生命，还会把宿主变成新的传染源。说到狂犬病，一开始的征兆往往很不起眼，可能只是发烧、头痛、全身倦怠，甚至是在被咬伤的地方出现刺痛或麻木。可是，一旦病毒攻进神经系统，情况就会急转直下。临床上，狂犬病大致分成2种类型，最常见的是狂躁型，病人会变得焦躁，容易激动，甚至出现幻觉或攻击行为，连一阵风吹过，一声水响起都可能引发痉挛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恐风症和恐水症。另一种则是麻痹型，病人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狂躁，但会从咬伤处开始肌肉无力，一路蔓延到全身，最后连呼吸机也瘫痪。不管是哪一型，从症状出现到死亡，往往只有短短几天，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在医学上，我们能不能检验出狂犬病呢？答案是可以，但相对困难。最准确的方式是检验脑组织，这通常只用在动物身上。对人类病患而言，临床检查会利用唾液、角膜、皮肤切片检测是否有病毒 RNA 或抗原，但说实话，这些检验结果常常来不及改变病程，因为等到出现症状，治疗基本上就无效。所以，检验更多时候是用来确诊或流行病学调查，而不是帮助治疗。说到狂犬病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，路易·巴斯德。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，传染病肆虐，医学手段仍十分有限。巴斯德虽然不是临床医师，而是一位化学家与微生物学家，但在1885年，他遇到了一场攸关生死的挑战。一名只有9岁的男孩 Joseph Meister 被一只疑似带病毒的疯狗多处咬伤，命悬一线。当时被狗咬几乎等于等待死亡，走投无路的家属于是恳求巴斯德出手一试。巴斯德和团队早已在研究狂犬病的减毒方法，他们利用感染狂犬病的兔子脊髓，经过干燥处理来削弱病毒的毒性，却保留能刺激免疫的特性。接着将这些脊髓制成由弱到强的一系列疫苗，按计划为男孩逐日注射，先从毒性最弱的开始，再慢慢换成毒性较强的。
目标是在病毒侵入神经系统之前，抢先让人体建立起足够的免疫防线。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实验。巴黎的医界和民众全都屏息关注。数日后，奇迹发生了，男孩逐渐恢复，最后真的活了下来。Joseph Meister 的幸存证明了疫苗能够击退这种几乎必死的古老疾病。这场救援让巴斯德从一位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一跃成为跨国的英雄。他的减毒狂犬病疫苗也在之后不断改良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真正能拯救生命的疫苗之一。狂犬病的传播途径其实非常直接，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被带毒的动物咬伤。全球超过90%的人类病例来自于狗，但其他像是猫、蝙蝠、狐狸、浣熊、白鼻心、鼬獾，甚至牛或马也都有可能成为带源者。病毒主要存在于驼们的唾液中，一旦透过咬伤或舔到破皮，就可能把病毒带进人体。而一旦有这种可能暴露，时间就是关键。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马上处理伤口，要用大量流动的清水加肥皂彻底冲洗至少15分钟，再用优碘或酒精消毒。这个步骤看似简单，但非常重要，早一步清洗就能大幅降低病毒进入神经的机会。接着，千万不要自己包扎或缝死伤口，要尽快送医，由医师评估下一步。在医院，处置方式会依照接触严重度来决定。第一级只是接触或喂食动物，皮肤完整，基本上不需要处理。第二级有小抓痕或轻微咬伤，皮肤没有明显穿透，就需要立即打狂犬病疫苗。第三级像是穿透皮肤的咬伤，多处伤口黏膜接触到唾液，或是被蝙蝠咬到，这时除了打疫苗，还必须加上狂犬病免疫球蛋白。免疫球蛋白要尽可能直接注射在伤口周围，剩下的才打到肌肉里，而疫苗则要打在另一侧手臂或腿部，不能混在一起，这样才能让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各自发挥作用。至于治疗，目前医学上并没有任何能够在发病后救命的方法，病人顶多只能接受加护支持治疗，但一旦症状出现，致死率几乎100%，所以狂犬病的关键只有一个，预防胜于治疗。平常最重要的预防措施就是确保家里的犬猫有定期接种狂犬病疫苗，这不仅是保护驼们，也是在替人类筑起第一道防线。如果真的被动物咬伤，一定要记住立即清洗、立即就医、立即施打这3步骤，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。最后，尽量避免接触野生动物，尤其是在高风险地区或旅行时，更要特别谨慎。那台湾的情况又如何呢？很多人以为台湾很安全，因为1961年后，台湾就没有再出现过犬只狂犬病病例。然而在2013年，第一例又獾验出狂犬病，震撼了防疫体系。后来陆续也在白鼻心、蝙蝠发现病例，这代表病毒一直潜伏在野生动物族群中，只是我们平常不容易接触到。对人类来说，风险不高，但对饲养的猫狗就必须非常注意。如果你的宠物没有打疫苗，一旦被野生动物咬伤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政府后来要求，连室内饲养的猫狗都必须定期接种狂犬病疫苗。放眼全球，情况就更加严峻了。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每年有将近6万人死于狂犬病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亚洲和非洲，特别是在印度，每年都有数万人死亡，主要是因为流浪狗数量庞大，疫苗覆盖不足。而在非洲，基础医疗资源有限，很多人被咬伤后无法负担疫苗费用，只能任由病情恶化。相较之下，欧美国家因为普遍施打疫苗，加上流浪犬管理得宜，已经很少有人类狂犬病病例。这种地理落差也显示出公共卫生体系的差异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9月28日是世界狂犬病日，不只是纪念巴斯德，更是提醒我们，狂犬病虽然致命，但完全可以预防，只要犬猫定期接种疫苗，流浪动物管理得宜，人类就有机会在未来彻底终结这个疾病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，开启小铃铛，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健康观察与检验故事。我是医检师 QQ，我们下次见。